萧炎震惊，一个种族竟然能统治着数千个大陆，那这洛神族的实力究竟得多么恐怖啊！书接上回，听得萧炎问题，一旁的刘北道解释道：或许在你们下位面也有一些所谓的火焰排行榜，将你们位面中那些较为强劲的火焰按力量进行排名，但真正的火焰排行榜还是要以大千世界的亿万炎焰榜为主，作为所有下位面的交汇之处。这亿万炎焰榜便是齐集了所有下位面和大千世界前10万名的火焰。一般高级位面的火焰能进入前万名，那前100名的火焰则是超出了下位面所能诞生的范围，只有大千世界才存在，自然也都被大千世界中各大势力所管辖。闻言，萧炎这才明白了事实，难怪连虚无吞炎也仅仅排到了300多名，与亿万炎焰榜相比，斗气大陆的异火榜简直不值一提。那几位前辈可曾见过这种火焰？萧炎突然心中一动，只见那些围绕在他周身的异火纷纷向其掌心汇聚，紧接着一道颜色不断变换的火焰在萧炎手中显现，正是由22朵异火融合而成的异火之王帝炎。而随着萧炎将所有火焰融合，原本神色平静的刘北道等人都是在此刻露出了骇然之色。驼舍帝炎，这不是万年前那个人的火焰吗？惊呼之声从红衣男子口中呼啸而出，众人的反应显然超乎了萧炎的想象，同时他对驼舍帝炎这一称呼感到困惑。万年前，驼舍古帝吞并了其他21种异火，成为了最强的帝炎，但萧炎并不知道他是否也来到了大千世界。帝炎在大千世界中被称为驼舍帝炎，这莫不是因为驼舍古帝的关系？萧炎对众人的惊异反应表示不解，询问道：前辈，这帝炎有何特别之处？红衣男子惊讶地看着萧炎手中的帝炎，吸了口冷气，随即惊恐地说：驼舍帝炎，成长灵性火焰之灵，万年前那个人刚来时不过160多的排名，但他竟然拥有吞噬其他火焰的能力。在历经数千年的不断吞噬之后，他的力量不断暴涨，最终冲进了亿万炎焰榜的前5名，后被火灵族老祖收服，成为了镇族神武，现位于亿万炎焰榜第3。听得此话，萧炎也是顿时一惊，他知道驼舍古帝修炼了焚诀，但没想到这套未知的等级功法竟能让一朵异火成长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驼舍古帝无疑是斗气大陆迄今最为强大之人。萧炎问道：您的意思是，那驼舍帝炎现在在您提到的火灵族中？正是。火灵族是个什么种族？萧炎继续追问。哈哈，小兄弟，这样聊下去天可就要黑了。正当红衣男子准备再次回答萧炎时，刘北道的笑声响了起来，旋即说：大千世界浩瀚无边，要把这个世界讲清楚，即便是我们的知识量加在一起也不够。刚才小友既然救了我孙子，不知能否邀请你至我六玄门做客？没错，正如刘北道所言，大千世界的情况复杂难尽，我们这样问答恐怕几个月也说不完。红衣男子笑着附和：既然无事，那我也就先行一步了。小兄弟，若有兴趣，欢迎随时来青云宗做客，老夫非常欢迎你。远处的白衣老人对着萧炎笑道，随后一挥手，身形消失于天地之间，只留下了一句玩笑话：刘北道，你这老家伙，别到时候把人骗到你门下，那对我们就不公平了呀。闻言，刘北道笑而不语，萧炎则是向白衣老人消失的方向行了一礼。关于大千世界的更多情况，你可以去六玄门了解。六玄门曾是洛神族10大护卫队之一，常年征战，对大千世界的了解远超我们。红衣男子说道，旋即身形也是一动，向着远方天际疾掠而去。我红山阁还有许多事务，就不多留了。这时不远处的紫衣女子伸了个懒腰，从刚才到现在，她只是在一旁观看，倒是什么也没做。她看着萧炎说：小弟弟，我想和你交个朋友，随便就好。你的天赋极高，未来可要多多照顾姐姐啊。紫衣女子对着萧炎妩媚一笑，随即身形消失在了虚空之中。随着众人的离去，刚才还有些热闹的天空此刻再度变得空旷了起来。呵呵，走吧。刘北道冲着萧炎笑道，随后便带着刘天荒向远处的山脉飞去。萧炎见状跟了上去，在西道大陆一条山脉中耸立着一座座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显然是某个强大种族的领地。突然，山脉上空的空间扭曲起来，缓缓形成了一空间通道，只见3道身影从中缓缓走出。萧炎注视着这片归属于六玄门的山脉，其气势宏伟，丝毫不逊色于斗气大陆的任何一个远古种族。欢迎萧炎小友来到我六玄门之地，就当自己家吧。刘北道对着萧炎淡然一笑，旋即身形一动，对着下方山脉中心的一座巨大楼阁飞掠而去。当萧炎踏入这栋天阁之时，也是忍不住一赞，六玄门的磅礴声势着实壮观，丝毫不弱于斗气大陆的魂骨二祖。就在此时，前面上方墙壁处的一个图案却是立即引起了萧炎的注意，那是一个火焰图腾，6种颜色将这道火焰装扮得极其神秘。呵呵，萧炎小友，我六玄门的布置算不上豪华，还请不要见笑。刘北道的声音从萧炎背后传来，这里的气派在我那个世界算得上是顶级的了。闻言，萧炎转身对刘北道笑了笑，随即问道，晚辈有个问题想请教，这些大陆都是洛神族的领地吗？听得询问，刘北道回应道，当然，洛神族至今拥有超过2700个大陆。闻言，萧炎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讶于洛神族竟然统治着数千个大陆，这些大陆的总面积恐怕不亚于1000个下位面的总和，而这样庞大的领域竟然仅被一个种族掌控，那这所谓的洛神族将拥有多么可怕的实力啊！洛神族中是否有一位名为洛天神的长者？萧炎再度问道。然而当刘北道听到这话，
仿佛听到了什么极其震惊的消息一般，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惊恐之色，有些惊颤的道：“洛天神，你刚才说的是洛天神？”萧炎也是没料到前者竟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洛天神怎么了？萧炎向刘北道索要六玄天火，却没想到对方的话让得他心头一震。萧炎小友，你可知道洛天神是洛神族现今的最强者，同时也是老族长的名字吗？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刘北道看着萧炎惊异道。闻言，萧炎便将自己在洛离山的经历讲述给了前者。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听得萧炎的经历后，刘北道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说道：“下位面无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桎梏突破者来到大千世界，而洛神族一年至少接待上千名，但由于人数众多，洛神族的高层很少亲自关注，更不用说像洛天神这样难以捉摸的老族长了。而你不仅引起了洛天神的注意，他还亲自帮你进行灵力同化，这在几百年来都是极为罕见的呀。”刘北道的话也是让得萧炎格外惊异，没想到当日见到的那个洛天神老人，竟然是一位如此层次的人物。对了，萧炎突然想起了什么，当下便对刘北道说道：“我有个不情之请，之前前辈施展了一道火焰，我希望能再次见识一下。”先前在西道城上空，刘北道施展出了一种六色火焰，这火焰的威力竟然丝毫不比现在的净莲妖火甚至虚无吞炎弱，在亿万炎焰榜上估计都能排在前300名之内。听到萧炎的请求，刘北道也是顿了顿，旋即对着萧炎摆了摆手：“跟我来六玄台吧。”话音落下，刘北道身形一闪，从天阁飞掠而出，两人在空中飞行约半分钟后，一片坐落于山脉中的广袤区域映入眼帘。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石台广场，刘北道和萧炎便是飞掠至这片石台广场之上，而后身形缓缓落下。随着两人的到来，周遭空气中响起一连串破空声。萧炎抬头四望，见到远处有众多身影飞速接近，最终停留在了石台周围的虚空中。呵呵，萧炎小友别介意，他们是我六玄门的弟子。刘北道向萧炎微笑解释道。闻言，萧炎点了点头。这时，一道身影快速从天边飞来，几个瞬移后落在了巨大的石台上，正是刘北道的孙子刘天荒。我记得你先前在西道城上空说过要看我的一样东西。刘天荒向着萧炎走去笑道，随即弹指一挥，只见一道六色光华从指尖飞出，悬浮在了空中，然后迅速扩大，变成了一条100丈大小的六色火龙。我认为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了吧？话音未落，一旁的刘北道却是突然插声道：“呵，萧炎小友想看的可不是你这点小火苗。”只见刘北道迈步向前，滔天的六色火焰从其体内涌出，紧接着化作一道直冲云霄的火柱，那天地间也是瞬间被赤红色所充斥，随后变为了蔚蓝之色，接着是紫色、黄色、乳白色和青色交织。这六色火焰让天地变得异常壮丽，但聪明之人都知道，这种美丽下蕴藏着怎样可怕的毁天灭地之力。这就是六玄天火，也是六玄门中最能让萧炎感兴趣的东西。10年前，我曾加入洛神族抗击血神族的一场重大战役，六色火焰宛如汪洋大海一般覆盖着天地。此刻，刘北道站在火焰之下，望着萧炎说道：“那时血神族发动了对洛神族10年来最大的一次侵犯，动用了大批强者分8路进攻洛神族。短短1月，洛神族外围近100块大陆陷落。这件事也是直接引起了一个人的震怒，那就是当时洛神族的族长洛天王，也是当时已经隐退的洛天神的儿子。面对血神族的侵袭，洛天王在洛神大狱发出号令，以重大的回报召集了近1半的至尊强者，并以自己为首领，将这些至尊强者分成8队，分头抗击血神族的进攻。而老夫当时正是响应了那份号召，与其他数十人合成了一支队伍，并且成为了那支队伍的副统领。在我们准备反击血神族之前，洛神族前任族长极洛天神以至尊分身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赐予了队伍的领袖一道火焰，那便是排名亿万炎焰榜第137的六玄天火。随后我们迅速抵达洛神族边境的西道大陆，最终全数剿灭敌方。殷正统领在交战中受到了致命重创，最后他竟然将洛天神赠予的那道六玄天火直接交予了我。战争结束后，我并未离开，而是决定在西道大陆定居，并创建了六玄门，以六玄天火命名，希望能再培养出一些优秀的弟子，保护洛神族边境的这片土地。刘北道的阐述也是让萧炎对这个老人发起了内心的敬佩，一个能够对洛神族这般鞠躬尽瘁的老人，无疑是最值得尊敬的。刘北道前辈，晚辈有个请求，不知可否提出？萧炎恭敬地对着刘北道拱手道：“哈哈，你这小子，我其实早就猜到你的想法了。”刘北道笑着看着萧炎，突然开怀大笑起来：“你是想要这六玄天火吧？”闻言，萧炎一愣，他确实渴望得到六玄天火，但如果六玄门不愿意交出，他也不会强求，只能视为无缘。然而刘北道接下来的话却让得萧炎心头一震。可以啊！刘北道看着萧炎惊讶的表情，接着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说：“但是老夫想和你谈谈条件。”什么条件？听到刘北道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萧炎心中一喜。虽然当年我与众多强者击退了血神族的大规模侵袭，但血神族的小规模骚扰仍未停息，导致西道大陆10年来依旧混乱不堪。尤其是西道大陆西北部，新驻扎了一支血神族麾下的势力，而那个势力的带领者是一个叫做黄云破的中年男子，他本身就是7品至尊，再加上他的手段足以在7品至尊中称雄。刘北道目光落在萧炎身上：“老夫可以将六玄天火交给你，
但你得帮老夫将那黄云破击溃。”闻言，萧炎却是微微一笑，好像早已预料到刘北道会这么说。只见他踏出一步，全身灵力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紧接着，萧炎体内爆发出的火焰化为22道火链，向着天空中的巨大火龙缠绕而去。见状，刘北道也是淡然一笑，将自己与六玄天火的联系直接切断了，因为他听到萧炎那一道同样淡然的笑声。成交，1个月后我会将黄云破的首级带来。